光影见证档案发生，文献遇见文物，亲情巨献史料第一手。今天巨献的主题是：天安门广场上到底是在哪年开始摆放伟人孙中山画像的？为什么要摆放孙中山画像呢？每年的5·1、11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摆放伟人孙中山画像。为什么要摆放孙中山画像呢？是从哪年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摆放孙中山画像的？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广场上到底有没有摆放孙中山先生画像？通常画像是在哪天摆放？摆放多长时间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只有从档案文献照片上认真考据，才能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一些道听途说，一些历史嫁接，都不是客观的历史映现。从历史的考据上，从开国大典到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天安门广场是没有摆放孙中山先生画像的。由此，我们用历史照片来讲述史实。每逢重大节日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都要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与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主席巨幅画像遥相面对。孙中山画像高5.7米，宽4.8米，在鲜花簇拥中显得慈祥庄重。这是一种纪念，一种敬仰，因为孙中山先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最杰出的代表。从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之日起，孙中山先生便立志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从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亲自组织领导下的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仅共有83天。这样的迅速胜利，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伟大的革命中都是罕有其匹的。民国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它结束了长达2312年的帝制王朝，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一个天子和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一个共和政权由此诞生，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生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积极主张和共产党合作，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并帮助国民党。在这期间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正中共的主张，使三民主义有了全新的内容。对此毛泽东认为孙中山能够视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这一震撼了几代中国人的响亮的口号的。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他振兴中华的历史接力棒。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孙中山先生，在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忌日发表社论、演说，并组织各种纪念活动，用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人民的革命斗志。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以及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是孙中山留给我们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1944年，延安各界举行了纪念孙中山逝世19年大会，延安鲁艺专此木刻了孙中山肖像画。
新中国成立后纪念孙中山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之一。每到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忌日，总要举行纪念仪式，特别是在逢10的纪念日，国家和各级政府都要筹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1956年呢，时值孙中山诞辰90周年，刚刚完成3大改造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举行了隆重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北京纪念大会，中央还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山陵谒陵。毛泽东主席还为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题词。在这次活动中，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对孙中山先生进行了很高的评价。这一评价代表了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正确的孙中山观和对于孙中山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发展关系。在1956年的纪念活动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开始摆放孙中山先生画像。也就是说，从1957年5一开始，每年的5一11都在天安门广场上摆放孙中山画像。在解前摆放时间通常是10至15天左右。孙中山先生一生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应当受到全体中华儿女的敬仰。纪念大会是缅怀追忆，是评价学习，更是一种伟大的肇事，是一种继承。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摆放孙中山先生画像，是对孙中山先生敬仰的方式之一。如今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启程中国式现代化，但敬仰伟人、缅怀伟人、不负伟人是永远的。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我们一定要铭记伟人的爱国情怀，继续秉承孙中山振兴中华、执世界之牛耳的伟大志向，奋激扬帆新时代，勇立潮头谱新篇，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好，这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见。